认为传统道家知识呢，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作为这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古代也好，现在也好，还将来也好，道家的知识永远不过时，因为它讲的是天道。天道的东西，只要这个地球宇宙不毁灭，就会有用。这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祖先呢，一代又一代的对天地自然宇宙的一种这个规律的总结，它是有好的经验。那我们在今天呢，这个环境、人心、这个社会自然，这个越来越偏离的方向，所以需要用道家的对立、统一、和谐的这种思想呢，去把它拨乱反正、规范，把阴阳失去平衡的重新去规范。比如说，人类这个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就像我们这个图书室里面有马克思有马克思著作资本论，也有这个共产党宣言，还有这个毛泽东这个著作。这个我们对这些社会的这个认识也要讲究以平衡与和谐。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发展的失去了平衡，一定要这个恢复平衡，高低之间的这种平衡，贫富之间的这种平衡，这个阶级各个阶级社会阶级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长期的失去平衡到这个偏离的这种方向，比如说这个无产阶级太多，资产阶级这个太少，人们都没办法过日子了，那这个国家一定这个不好过。那道家的思想，如果能用道家的思想去拨乱反正，把它失去的平衡重新去恢复平衡，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会能够持续的发展，健康的运行。我们人身体也是如此，人身体的阴阳之气如果失去平衡呢，我们要去恢复平衡。这个叫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那我们就要呢这个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让我们练五道武术修行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要进行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恢复平衡。所以这个善于治理国家、治理这个社会，一定一个好的这个治理者，一定是会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如果说损不足而这个补有余，那这个管理者、统治者一定会遭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反对，那这个国家呢也会越来越混乱，因为最后导致大多数人不能很好的生活，社会就会乱套。这个是中国世界几千年来，这个我们看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史这个中国历史，这个一代又一代，各个朝代层出不穷的这种例子。所以道家的思想方法就是太极哲学，既对立又统一的这个太极哲学是最终是和谐，回归到和谐上来。很多国家失去和谐，那么失去了和谐，这个国家就会动荡。因此呢，要用拨乱反正的方式去，这个叫颠倒乾坤。所以叫修行呢，一定是转乾坤扭气机，才会增加福报。叫福，这个福报再造造化是可以这个改变。所以
违背这个道家的这种阴阳对立统一呢，就会失去和谐。人如果失去了这种和谐，人就会生病。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失去和谐，这个团体就会乱套，就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这种平衡和谐的，这个国家和社会也会乱套，这个天下也如此。所以大家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呢，能够把错误的、衰败的、不好的情况去把它扭转过来。所以谁践行这种思想，我们有识之士，有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些智者能够运用这种思想去这个治理国家，这个国家也会得到繁荣昌盛。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呢，除过汉唐盛世，汉朝和唐朝是这个中华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时代。他们用了道家这个思想方法这个叫休养生息，这个把颓废的这个情况呢，很快的就会恢复生机。因此呢，这个道家思想在今天可以为我们个体、为人类、为这个世界呢，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有的说科学尽头是神学，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那么在道家呢，其实道家的这个学问里非常讲究科学，比如说人体科学，自然科学，比如中国这个早期的这个能代表东方文明的4大发明，一个是火药火药是我们一个祖师孙思邈祖师在研究这个医药的这个丹药的过程中，丹炉爆炸了，最后发现了火药，这就是四大发明呢，其中一个火药，这个是道家的人士发明。第二个，这个印刷术，印刷术的早期的还与我们道教的一个祖师呢，叫这个三官手书的这个印，这个盖了个印，但它这个最后流传也有这个关系，就是这个这个印刷术。第三个呢，指南针，我们道士要看风水看方向，这个去了解地球的这个磁场，是吧？你找一个修炼的地方，看这个磁场好坏，南极还是北极，是吧？我们修行的人要坐北向南，与天地自然这个要沟通，这个早期的罗盘就是指南针呢。然后我们现在要打坐，是吧？我们要找一个坐北向南的位置，首先要定方向，这也是这个中国的4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当然这个造纸术呢，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4大发明。而4大发明有3个都有道家有关系，所以道家呢，它是从古到今有许多自然科学的，比如说医学，这个10道9医从历史上呢，像那个陶弘景、葛洪、孙思邈，这个包括我们张三丰祖师、吕洞宾祖师、钟立权祖师，这些都是医药大家，他们对人体研究的很精通，对植物、对这个药材、对植物、对动物、对天地自然都研究得很精通。所以道家的学问呢，是这个自然科比较最接近这个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道家的这个内容它本身是一种科学，只是说它把它这个科学发展到有这个高度呢，尤其是这个人体科学这种高度是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用现在的科学它无法解释的，它没有发展到这个高度，尤其是内丹学，内丹学现在在这个
西方的这个科学这个体系里面它是没有的。因此呢，中国的道家的内丹学，它是远远超越这个西方的科学体系下的这种人体科学的这种研究。因此呢，这个科学、道学，我觉得它是不冲突的，它应该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内容，只是说，就是它更重视实践，尤其是这个道家的内丹外丹呢，内丹修炼，外丹修炼，它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实践的过程，把人体当成一个实践机器，这个实验的容器。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的去这个实验这种人体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以关注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种科学的，人人都应该去关注的科学，所以人人都应该要去修炼这个内丹学。其实我有10年左右在欧洲很多国家教过学，美国也去过了，东南亚也都去教过学。因此呢，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没有东西方的这个差异的说法。西方人和东方人，我觉得都是人，只要是人呢，都会追求幸福、健康和快乐，都希望更好的活着，活出这个质量，活出水平，活出这个一个高度。这是所有人类人的共性。因此呢，我在国内的学生和国外的学生，我觉得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此呢，我们对待国内的学生和国外的学生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待。我觉得是，因为这也是这个在道家这个思想里面叫众生平等呐，众生只要是人，都是以元气这个为依托，所以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还是这个什么民族，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渠道呢，既要想学习这些内容，比如说，现在呢，在道家，首先呢，学习武当武术啊，它有道家哲学、中医学和这个力学，气功知识、兵法知识等等。那这些知识呢，通过一些书籍，如果比如一些大的语言，肯定是有翻译的，比如说这个，西语是吧？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这个德语，等等这个其他一些大的一些这个语种，肯定都会有一些人对中国的一些书籍进行翻译成本国的这种语言。那我们第一个可以在本国里面去找到有些这方面的途径呢，视频呐、资料啦。那如果不懂中文呢，你可以先从这些渠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像专业的这个继承者，那就要去慢慢的从中文的基础学习，逐渐的深入，逐渐的深入。我在法国教学的时候遇到一个法国的学生，他把中文学到了这个博士，他用中文写那个论文，本科、研究生、博士论文全是用中文写的，一个法国人。那因为他学的是中医，学中医呢，那么他下的功夫就大，但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很专业的中文，才能了解中国古代的这个一些医学这种经验。那我们学习道家的，学习武当武术也是这样，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汉语知识，包括我们，你也得要有学习古代的语言学，把古文要能够要弄懂，然后你才能够去在学习古代的典籍过程中，才能理解他们讲的是什么，来指导我们自身的这种学习和锻炼。因此这个可以先从国内了解自己有效的途径去了解，第二步学习简单的中文，第三步就可以深入。
当然，你没有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的人呢，那你就可以找翻译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这个在家弟子，一类是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呢就会按照世俗的这个生活方式去做，出家弟子呢就按照这个道教的这个教义和规范去做。这个呢里面内容就很多，就不展开。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呢，有武当派弟子有10戒，门规10戒，有道家有5戒，这个戒杀盗邪淫。那这个初级阶段呢，以这2个戒律去指导自己就可以了。到一定时候呢，在这个继续深入，那就会呢走上轨道。我觉得这个拜师仪式也很重要。通过拜师仪式，它是一种心灵的皈依，也是一种对文化的传统的认同，同时这个也是对个人的一种加持。我觉得这个仪式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统一的去做一些这个弟子入门的这种仪式。那我们现在基地有了，随着我们基地的越来越成熟呢，将来我们也会做这个仪式。这种呢，就是容易混淆视听，或者说最后呢，这个把真正的真传的东西呢，不太容易去介绍给西方大众。最好还是要把这个武当的内容呢，要好好研究，最后成熟，能够先说服自己，然后再去说服别人。往往呢，有些人呢，他可能善于做市场，善于做营销，也善于做表演，能够吸引了很多人，但是他并没有，这部分人呢，也会这个最后去从事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一个一个传播下去呢，就形成了一些负面的或者不好的一种现象。那我建议呢，就是学习武当派的内容呢，要按照这个武当派的这种真传的这种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去按照核心的这种去继承，然后再弘扬的，这样呢，既不误己又不误人，最后呢，是能够说服自己，最后也能说服别人，也给自己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能跟别人也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样呢，就会真正意义上能够继承和弘扬，使武术也好，道家这个内容也好，能够发扬光大，能够为更多人提供这个福报和帮助。所以，坚持正统，要努力要努力。这个此消彼长啊，如果不努力，然后呢，不坚持正统的人呢，反而这个投机取巧，更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这种认可呢。那说明这个坚持正统的人工作没有做到位，需要去努力，需要这个天道酬勤，真正意义上要善于修行，善于奉献，善于度己化人，去发扬光大，然后呢做出这个有效的工作，这是这个我的建议。我选择离开道观，然后从事这个教学，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是学习武当派的内容，这个运用武当派的内容，为更多人这个提供帮助。
也就是我们这个武当弟子的责任呢，传承、弘扬、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在这个如果住在庙观里面，它有很多这个不能按照这种传统的这个方式去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有些不方便，因为在庙观是一个有各种各派各类人一起混居的一个地方，因此呢不能按照个人的这种理想或信念去做，不能很好的就是发展这个个人的理想和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呢，是这个也是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去实践，使武当派呢能够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这个百姓呢能够从中受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新建了一个地方，计划10年，10年之中我给自己的定的目标是什么？是这个10年之内再教学10年，10年以后我可能就会退居隐修，去追求大道的内容。所以这个在这个我前面已经工作了10年，再工作10年、20年，对社会呢培养了一批徒弟，这个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对这种文化、对这种传承也算是这个做了贡献。做完贡献呢，就会关注自身的个人的这种大道的修炼。因此呢，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呢，也是前面学习，中间运用，后面通过学习运用以后，逐渐的升华，最后境界真正意义上最后能实现这个修行大道超凡脱俗，这个完全出世，这是有个过程。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这个个人的机遇不同，因此呢，我是结合自身的这种学习追求和这种机遇呢，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因为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就不做格外的建议。那这种操作来讲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应，比较更适合。如果当然有其他选择，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但我觉得我现在这种选择是上武当山学习的一个最适合我自身的选择。好。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在休闲的时间呢，我的兴趣爱好其实挺广泛的。比如音乐我喜欢这个吹箫吹笛子，也会陶冶性情，这个锻炼一些音乐练练字书法，这个有时候也会下象棋围棋，这个这些兴趣。甚至这个研究些的这个中医药在这个休闲时间也会养花，这个花草，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知识也会，其实我兴趣挺广泛的。在琼台的这个10年呢，其实在前面那几年呢，也有多次应邀到国外去教学，也有大部分也教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学生，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瑞典、瑞士都有一些徒弟，他们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也有些这个弟子的邀请我到国外去，我给自己的有做一个5年计划，希望5年之内呢，
以在国内的这个教学为主，同时呢，也要开始深入的研究中医文化，内修的就是内丹外丹的这种研究。所以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徒弟或一些学生，学习呢，可以到我们这个武当山，我们呢现在有个这个10年呢，有个新馆，这个新馆可以容纳，我们的计划是容纳100人左右，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练功。外面的这个场地啊，我们通过今年的这个修整，基本上就能够容纳100个学生，100个左右的学生在这个地方练功，修行。同时呢，我们会下步研究这个健康饮食文化，中草药，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研究学习，甚至我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这个外面有这方面专业的这个知识和技能的一些中医老师来这个教学，也会邀请一些这个我们国内一些有名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专家，这个到这个地方经常来居住修行。这个有了基地呢，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我们国外的这个徒弟如果来这儿学习啊，要本着求真务实，真正的这个追求真功夫，这个脚踏实地，认真修行，那么来这个地方呢，就会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内丹外药，内修外练，内功拳法，我们都会这个要同步进行。同时呢，我们也会一视同仁，对待国内国外的我们学生一样，是希望更多的人呢，把这个道家的思想文化、武当的这种修道养德、习文练武的这种传统，这个传承发扬下去。可以了。谢谢老师，这个太辛苦了。没事，一个小时。这个传统上面打坐也挺好。对。